嗨，大家好，我是柏林。今年6月，我带小猪来到日本名古屋，来了一趟3天2夜的生日小旅行。名古屋曾经被日本人评选为最无聊的城市，但实际玩过之后才发现，它其实非常适合这种快闪行程，好吃、好逛、好买，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你也正在计划前往日本名古屋旅行，希望这支影片能帮助你在行程规划上更顺利。小猪，我们来到名古屋啦，耶！这次来名古屋玩3天2夜快闪的行程。为什么会来名古屋呢？我生日。然后你选了一个公认最无聊的城市，谢谢你哦。但是究竟实际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2个刚好都没来过，就实际来体验了。路过了胆大党的活动，感觉就是在这边做一些宣传。耶！小猪拿到了高速婆婆的气球。好可爱，娜娜奖真的很高哎，你看，非常巨型，一般普通人身高大概只到他的小腿肚而已。这次呢是搭乘虎航直飞名古屋，早上9点的班机抵达名古屋中部机场，大约是当地时间的下午1点。那因为我们要搭乘 MuSky 来到名古屋的市中心，必须要走到第一行下去。MuSky 它的好处就是它到达市中心只需要3站，然后时间大概是半小时左右，我是觉得蛮快的。这就是我们这3天要住的饭店——名古屋万怡酒店，正对面也有一间唐吉诃德。现在时间差不多是下午3点左右，直接来去 check in。来到万怡酒店的大厅等待 check in， 做的还蛮漂亮的。它的大厅旁边就有个 lounge， 也是做的有点气派。顺利的进来房间了，现在来开箱一下吧。进来呢，这个玄关的左边，它其实是有跟主卧那边的卫浴有一个连通道。那这边的话就可以放我们的行李箱，这边呢你也可以挂你的一些衣服。每到饭店的话，不外乎也是要看一下有没有这种全身镜。我刚才好奇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门把，然后打开进去，它这边就有一个马桶，然后是 TOTO 的。因为我们这次住的房型呢算是套房，所以套房这边它会有一个客厅的空间，比如说像是你想要在这边简单吃点东西啊，或者是说吃完东西想来沙发这边耍废一下，看个电视也都是很赞。小猪现在正在打理他自己。万怡它会有提供矿泉水，还不错。这个上面很多价目表应该是 room service 的一些内容，然后也有给像是 Nespresso 的一个咖啡胶囊机，然后这个就是快煮壶。那我刚刚也有确认一下，它这边的冰箱里面是没有东西的，不过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提供的矿泉水把它冰进去。主卧这边的采光非常的好。那我刚刚有确认一下这边楼层的平面图，因为一个楼层大概就是只有一间套房，然后我们刚好是在算是这个楼层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景观最好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景色如何。哇，这就是我们刚才从那个地方走过来，有经过那条河川，采光是真的蛮好的。这边附近看起来其实是比较清幽的一个地区。床的部分的话就是 king size， 我觉得应该睡起来会蛮舒服。现在看过去这样子很赞。然后旁边就是主卧这边的一个卫浴空间，所以算是比较像开放式的一个设计。因为之前有看过5星级的饭店的话，通常套房里面配置的都是双洗脸台，所以它这边已经算是可能空间有限吧，能够尽量做到最好了。不得不称赞，就是在日本这边，它给的备品也还是非常的齐全。然后我们画面现在移到这边呢，这就是主卧在使用的一个厕所啦，也是 TOTO 的免治马桶。还有一个空间呢，进去太棒了，有浴缸，就是我们的卫浴空间。哇，总而言之，这次可以订到名古屋万怡的套房，我是觉得蛮开心的。这次的部分的话，算是订普通的房型，但是我有去
压那个套房券。很幸运的，就是在出发前1个礼拜，他告诉我说，有成功的升级到套房。OK， 那我们等一下呢，就稍微的再整理一下，就可以来正式开始我们的名古屋之旅。我们一出饭店的门口，斜对角就有一间 Seven，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快要被名古屋烤焦的小猪，他觉得超热，好紧。刚刚我们从饭店门口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看起来刚运动完的姐姐，要走进去饭店的时候，她就说了一声啊自己现学现卖。这是直接在日本生活、学习当地语言的一个好方法。我觉得我骂脏话应该蛮快的。目前觉得名古屋万怡这边的缺点就是附近没有什么车站，然后我用了 Google Map 去查说，如果我们想要去哪一些地点的话，可能你要走到车站也差不多要700-800公尺。前面这个就是大须商店街，然后我们刚才 Google Map 定位的地方是这个大须观音寺，我们就走进去看一下吧。通常来到这种神社呢，我们第一个会想要找的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御守。那小猪它是本身就有在收集一些铃铛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上去可能就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很有特色的铃铛跟御守吧。天气真的超爆好，现在时间已经快要下午的4、5点了，还是这么的赞。果然不出我所料，小猪找到他最想要的铃铛。跟我们share一下你找到什么吧。一个是鸠铃，鸠铃的御守，小雀的铃，真的。他这边他其实是讲到说，它可以帮你带来一些好运。还有另外一个，另外这个就是结缘的御守，然后是可以帮你创造一些机会的。它其实有4个款式，但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看，比较没有见过。来到名古屋这边，它周遭的一些商街也都是蛮适合去逛逛的，很多小店啊，吃的、逛的、买的都有。等一下就来去看看吧。我跟小猪刚才进去吃它的鲷鱼烧，超好吃的，尤其你们一定要点这个奶油跟红豆的，味道搭配的刚刚好，连我平常不太吃甜食的人我都很喜欢。对，小猪找到了，太厉害。然后再点一个超好吃的酱油团子，耶！我跟小猪路过了一间店，然后好像很厉害，我们就进来坐了。我们一人点了一只人气 No.1 miso 的串卡子。路过的时候，这边当地人跟我们推荐的。刚刚我们一起吃的那个味噌串炸，我觉得超赞的，因为它就是用大阪那边的串炸的概念，然后淋上这边名古屋的特色味噌酱。然后味道吃起来呢，有一点点甜甜，然后配上一点咸咸。重点是它的串炸不会弄得太湿，你还是可以保有吃到一些酥脆的感觉。没错。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就是我们2个在那边犹豫的时候，是坐在那边的一个日本大哥跟我们讲说，这是这条街最好吃的。没错。然后我们就想说，冲着你这句话，我们就吃吃看。没想到真的很好吃，真的蛮好吃的，而且不贵。一串大概是170日币吧，蛮便宜的。我们决定不能现在这边吃太多，我们要先逛完，然后真的觉得好吃再走回来买。对，没错。我刚才其实本来想吃第2只，但是小猪说后面可能还有更多的宝藏。想要理性。我们刚刚在商店街里面吃了超多东西，
有鲷鱼烧、团子、炸虾三明治，还有这边的一些特殊的味噌猪排。小猪也是吃得很开心，然后我们现在要陪他去找他心心念念的Coleman的伞，是跟 Lawson 联名的，对吧？吃饱消化一下，寻找四散各地的 Lawson。我们找了很多间 Lawson 都没有找到小猪想要的折伞，不过进来这一间我们有看到 Coleman， 它有出一个这样黑色的包包，对，是新的。对啊，是新的哦。你看它其实有示意图，背起来大概是这样的大小，我们觉得蛮可爱的。那它是可以斜背，也可以后背包，然后里面装一些小东西这样子。然后这样换算成台币一个大概600多块而已，我是觉得好像还不错，可以买来用一下，也至少不是空手而回啦。现在时间晚上7点多，可以看到天色还是蛮亮的，不过这颜色我是觉得很漂亮，给大家看一下，超美的。小猪目前对名古屋的感想如何呢？So far， 我觉得名古屋对我来说好像没有那么无聊，因为它的那个便利商店的密集度有够高的。然后，如果你不是想要买一些特定品牌的东西，我觉得名古屋就是好像还蛮好玩的，有吃有逛，然后就是该买的都可以逛到这样子。我们要来逛的运动用品店就是这一间 Alpen Nagoya， 这一栋超大的，从 B1 到5楼都有，看起来是有一些露营啊、滑雪。然后各式各样的球类运动，然后还有我们最近常玩的高尔夫也都有这些用品，来去逛一下。我们在里面待超久，超好逛，从 B1 到5楼，很多东西我都觉得，如果你是喜欢运动或者是户外休闲的话，这个地方真的超好买，而且现在日币汇率很低，你如果很喜欢的话，加上退税还有一些折扣，真是买到失心疯。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要来这边看夜景的，可是这边著名的水之宇宙船，它是只有营业到晚上9点，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要看夜景的话，要注意一下那个时间。变成是说，如果你超过9点的话，就没有办法到绿洲21上面的水之宇宙船那边，其实是欣赏电力塔这边的一个夜景绝佳位置。不过我觉得在下面这边一个小广场也是蛮漂亮的，很多人在这边拍照啊、休息啊，非常的 chill， 还有一些可能周末才会有的乐团表演吧，我觉得很酷，就跟大家分享一下。The next morning， 早安名古屋，现在时间早上9点半左右，看得出来外面天气依然非常的好。昨天这个床实在是有够好睡的，饭店的枕头真的超赞。睡饱饱之后，今天开始继续玩我们的名古屋 ，Let's go。我们第一站来到的是这个 Ion Mall， 超大的区域都可以逛街的，所以我们第一站先带小猪来去吃早餐，他肚子饿饿。对，在吃早餐。对，超大间的星巴克，因为这边10点才开门。所以现在商场里面看起来人还没有很多，左右两边呢都有超多店可以来吃东西的。1楼也有超大间的Ion超市，只不过它是写Ion Style。小猪买了一个有特价的铜锣烧，我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的美味。这个糖分对你来讲应该是有满足到了，对。
被疗愈的小猪。嘿嘿嘿嘿。我们刚刚本来要离开这边去逛街，结果经过了酱油团子，我每一摊都想吃，对，忍不住又买了一种小猪的最爱酱油团子，耶、有那种麻吉麻吉的感觉吗？QQ 的，我觉得它这边做的比我们在逛昨天的商店街都还要大颗很多，感觉不太一样，是那个口感吗？这个比较甜，这边甜的酱油团子，小猪直接在 Three Coins 逛起来啦！这间也超大的，里面看起来很多东西可以买。这是我们在 Three Coins 的战利品，小猪找到的地方超好买。这个袋子很便宜，然后就是你可以回去收纳一些很大型的衣服啊，或者是你的棉被之类，都可以收在里面。这个也是收纳的，对，这也是收纳。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已经破掉了，被我抄到破掉。这是旅行袋啦，但是它就是它容量超大。1500日币，我觉得也是还蛮便宜的。而且它有附一个背带。那我就觉得这个很酷，这就是你在喝一些铝罐饮料的时候，如果你没喝完，它可以当盖子。这是女生的女生的裤子。然后它是穿裙子的时候，因为女生不是有那个歪歪区，对，这个穿进去之后就会比较平，就觉得很完美。那日本也算蛮贴心的，就是有些小细节，有些小细节。考虑到一些上班族可能会需要的小细节。对，有些裙子真的比较贴啊，现在的裙子。然后如果面料比较薄，就很容易有点尴尬。呀，这个也是我觉得蛮不错的。这是2D 口罩。太酷了吧！它的主打就是它里面的面料非常的亲肤、舒适、可爱，而且我觉得它很便宜，价格蛮 OK。对，一根口罩呢是10块日币。对，10块日币。对，10块日币，你现在台币换算就等于说你的口罩2块而已，超便宜。就是你买的手写版，这个也蛮酷的哦，它是可以就是写字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直接按一个清除，就会把画面全部恢复。然后这个也很便宜的是，它一个是500块日币，那我觉得500块日币换算台币大概是100而已，蛮值得买一个回去玩玩看的。反正呢，我觉得 Three Coins 真的是超好逛、超好买。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去看一下无印良品。没错，这边什么都有。耶！你看前面这个无印良品超大间的。不得不说，还是蛮好买的。虽然说很多东西跟台湾的无印良品是重复在一起，不过我们还是买到了几样，就是在日本这边比较特殊的，偏清洁类的。带着小猪开心的离开无印良品，Three Coins 跟无印良品的战利品都在这一带。名古屋蛮好玩。名古屋现在分数从昨天的大概80分，现在加到90分了。我昨天是 Lawson 之旅，今天是其他的，但这边可以一次搞定蛮好，而且这边有冷气。对，超赞。我们在这边逛了一个早上，超好逛。然后我们刚才走出来的时候，旁边还有一间 Noritake 的一个特别的馆。它其实 Noritake 其实是日本很高级的一个瓷器品牌。然后我们刚刚进去参观，里面做的东西真的都很精致，但是价格也蛮不菲的。所以就是进去参观一下，我们现在就要准备来去吃午餐了。吃午餐。耶！午餐我们想要来去体验名古屋当地。我们想要去体验名古屋当地的很有名的鳗鱼三吃。Go， 我要一整只哦。我要一整只。你要一整只是不是？对，好，没有什么2/3、2/3，我要一整只。OK， 我就点给你一整只。好，谢谢。排了将近1小时，对，终于要轮到我们吃鳗鱼饭了。对，非常期待。刚才看菜单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吃。看起来很美味。
终于入座了。因为对面在漏水，所以我跟小猪坐同一边。这样我们可以并排一起吃饭。我们第一道上来的是白烧，它可以点1条或者是点半条。还有一半一半吃。通常是要很厉害的鳗鱼才能做白烧，感觉会比较好吃。脆，对，很脆吗？然后饼干，鳗鱼的肉很嫩，然后它底下的皮很脆，哦，然后就会有那种卡兹的那个声音，是油脂很多的那一种，真的很多。好期待，我也想吃了。它这样烤的，看起来很美味的颜色。是不是？很软嫩的，就是白烧的鳗鱼，原味就很好吃。上菜了。我们今天点的是1人1条的。首先呢，你就可能先取个1/3放入饭碗，然后吃普通鳗鱼饭那样子，感受一下它的美味。再来呢，你可以再取另外的1/3，去搭配一些葱花、紫苏叶、芥末，或者是海苔，搭配着吃。最后一吃放到一个碗里，最后再有点像茶泡饭的感觉，上面都有中文，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看不懂。现在看小猪吃得很开心。对啊，它蛮好喝的。吃完鳗鱼饭，还有欧米亚给可以拿，还有送扇子。真的很热，对啊，很需要扇子。不过这间真的蛮好吃的，很值得来一下。它是吃那种酥脆口感的鳗鱼。来到名古屋城了，日本3大城之一。这边看起来是进去名古屋城的入口，不过入口处我们必须要先买个票，它有各国语言的一个简介可以拿。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进来参观的门票啦，一个大人是500日币。带小猪来逛一下名古屋城。好的。对，既然来到名古屋，绝对不能错过名古屋城。好的。因为日本有3大城堡，像我们去大阪啊，大阪，很久以前有去大阪城。那还有另外一个是熊本城，可是你应该没有去过熊本。没有。对，所以这次来名古屋，先带你来名古屋城。我看到欧米亚给上面的2颗金金的。有啦，前面那个就是名古屋城了。那屋顶上面有2只金虎，那是名古屋城这边最著名的一个特色。真的，6月的天气真的超爆好。看地图，他们是讲说只有营业到4点半，所以它有一些可以参观的地方已经先关了。不过我们就是抱持着到此一游，因为来到这个地方，你说你没有来到这边当地最知名的一个景点的话，我觉得也是说不过去。名古屋城，然后这边看就很清楚，这边感觉也是一个很好拍照的地点。这次跟小猪来名古屋，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其实我们也蛮充实的，没有刻意说一定要插入什么行程。没有，因为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对，因为这趟行程主要是我在安排，开开心心有吃到好吃的东西就可以了。参观完名古屋城，可以再出来外面这边逛一下它的金虎横丁。它好像有2个区域吧。现在目前这边看到的是义直区。你看到前面这间店里面有一只很大的金虎，它是那个城门上面那个金虎。对，超大，它超巨的。小猪，你站到前面看，很高哎。所以我们看到画面，原本以为它在城堡上方是小小的，但它其实超大一个。其实这边蛮多间店可以吃的，只是我们太晚来了，它也收了差不多。人气排行第1名的虾饼，小猪说想要买，这一包就是综合的。对啊，感觉就是很多种口味都吃得到，还有章鱼的，总共有9种口味在里面。我觉得买这种综合的蛮划算的。这个，我们刚才买的虾饼就是这间 AB3，现在跟小猪来到了绿洲21。我们昨天晚上没看到夜景，所以今天早点来。它下面的银河广场
看起来也是蛮多可以逛的。我帮小猪找到一个不错的扭蛋，你看3只小猪骑的扫把，我觉得有机会吗？下一颗好像是黄色的哎。名古屋第一牛，你要说最不喜欢这个，就会出那个。真的、哦？人家说的。那你测试看看。最不喜欢这个。啊。耶！哎，退我钱呢？什么意思？可能没有中。好，来。哦。你看是黄色的。哦，是喵咪。哦，黑色的猫咪哦 ，Neko 也不错啊。Neko。对。它有风吗？有。没关系，这个看得出来是 Neko 就好了。Neko。再扭一次啊。然后我们2次机会试看看。OK。哦。哎呦。哎呦，粉红色的壳哦。3只小猪扭到。哎，你运气不错哎。我觉得这2个都是你想要的。我觉得有扭到这个就已经满足了。你看它做的好可爱哦。3只小猪，然后骑扫把。这很 OK， 这就是台湾那个三贴，摩托车三贴。OK。进来了一间咖啡店，看起来很不错。我们是冲着这个小仓红豆吐司来的。那这个很酷啊，它一个是640日币，然后你只要再加330呢，像小猪就可以再搭配一杯冰拿铁。1杯饮料跟一个小仓红豆吐司，换算成台币大概200块左右而已。我觉得蛮超值的，就是可以进来吹冷气，吃个点心。我喜欢它的红豆，这个酱是抹上去再去烤的。这个声音听起来很酥脆，所以在切的时候这边都可以收到那个音。真的，这个很多还有一点会。这样比较平。再来红豆干杯。我点的这一杯是他们昌式咖啡，算是这间店的招牌。选一杯冰的来喝，价格是日币大概720元，换算台币的话应该是140、150左右。它就是用虹吸的方式去冲泡的，这个味道喝起来很明显就跟我们一般在喝机器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很好喝。我们终于上来水之宇宙船，看个夜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天空蛮美的，晚上大概7点40分左右，天空还没有完全的暗下来，所以它有一种渐层的感觉。再搭配一下这些灯光，这样看起来真的是蛮赞的。小猪没有留下遗憾，终于有看到夜景。对，我有遗憾，我没有买到雨伞。还有心心念念的雨伞，Coleman 跟 Lawson 联名的雨伞。但我有买到包包。对，包包现在在我身上，因为刚好我的包包坏掉了。OK， 我们到此一游，今天晚上的行程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要来去采买喽。大家晚安，拜。The next day， 小猪早安。早安。名古屋最后一天，吃早餐。名古屋的早餐文化 ，Morning Good， 带你来去体验一下。好嘞。在网络上面找到 YouTuber 推荐的店，从我们的饭店要走到早餐店，大概只要7、8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到店门口了，刚刚前面还有排大概2组客人，可是都已经顺利进去了。这间柳桥店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排，我们大概是8点20分左右抵达，然后现在时间8点半左右。我们来到这间柳桥店呢，它的室内用餐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座位多，排队自然就是不会等太久。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就大家去的那间店可能是最原始的本店，离我们饭店住宿比较近的柳桥店，就是可以在这边比较轻松的吃，然后不用等到太久。那冰咖啡是用这样子的金属杯子来装的，摸到这个杯板也是冰冰凉凉的，非常舒服。就是在天气热的时候，超赞。我们点了 F set， 上面就是有4种果酱，
跟小猪都吃一样的。然后 FC 豆呢，就是饮料的费用，然后再额外加上400日币，你就可以有这样一整个套餐。除了就是咖啡跟我们的吐司之外，它还送你一杯 Morning Blue Juice， 就是早餐果汁。这边应该也是包含在这个 set 里面的。波米果菜汁，波米果菜汁 ，OK， 有点很接地气的感觉。对啊。吃完早餐了，很棒，我觉得这间一定要来，而且就是4种果酱的这个吐司，必点。我们刚才有吃到什么口味？有奇异果，然后好像有柳橙、柚子，跟一个看起来像是草莓酱吗？我觉得是桑葚欸。桑葚酱哦，对，有可能，因为它是季节限定。但我觉得里面的桑葚最明显，因为它是酸味比较重，其他都是比较偏甜味的果酱。确实，因为我们刚才在吃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就是鲜奶油跟红豆，它的那个味道蛮容易压过果酱的。对，不过就是整体来讲是好吃的而且这间柳桥店真的空间比较大。它其实内用还有很多位置是可以坐人的，不过我猜应该是店家他想要控制他服务的品质，所以就是有控管一些人流，没有直接让他做到最满。鲜奶油跟红豆跟果酱搭起来，我觉得突然发现的世界新大陆。哎呦，你回家要自己做是不是？对，回家可以。我跟你讲，我有看它的制作过程，他就把2片吐司放到那个吐司机里面，然后刚起来之后，他开始涂奶油，然后开始涂那个红豆酱，然后再挤一个鲜奶油，然后再放果酱。我觉得它那个小仓红豆真的蛮厉害的。绵密，对我很少会觉得说红豆是好吃到我想要一直在吃的。但我觉得鲜奶油有加分，它让那个整个口感更滑顺。鲜奶油感觉是扮演着一个缓冲的角色，它就是可以让2个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合在一起，也是变得很合理的味道。这样的组合我觉得是蛮好的。我觉得昨天吃的那个跟今天吃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但都很好吃。没错。OK， 那我们现在就回饭店来去收拾一下，等一下就要去机场了。到了中部国际机场，因为我们今天的班机是在 Terminal 2，但是 Terminal 1这边可以逛、可以买、可以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决定就先来这边晃一下。小猪把握这次旅程最后一个行程，吃饱。我们在机场的午餐决定吃个牛舌，虽然这里是名古屋，但是还有卖仙台的炭烧牛舌。我们在名古屋的最后一餐，把它吃饱饱，没有遗憾回台湾。小猪，你觉得名古屋是个无聊的城市吗？其实凭良心讲，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无聊好像是日本人的评选嘛。可是我自己这样体验下来，我觉得名古屋呢，就是市中心，其实该逛的、该买的，就是基本上都有，然后密度也都还蛮高的。然后你也可以有一些神社，然后也可以有一些卖场，然后也可以有百货，然后便利商店也是密集度超高。我觉得呢，名古屋真的非常适合3天2夜的一个快闪行程。那之后就是虎航这边有直飞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下半年它好像有开早去晚回的一个航班。如果对，这样会比较好。就是像我们这次是赶在6月底，变成是早去午回的班机。所以说，如果你是早去晚回的话，你基本上就可以玩满差不多将近3天。行程上面呢，就可以还有很多选择可以去搭配。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郊区的行程的话，在中部机场这边也有 Toyota 那些租车公司可以去做选择，搭配一下自驾行程，你就可以跑到吉普力乐园啊，或者是乐高乐园。那像名古屋这边，你可以还去合掌村、上高地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很棒。所以就是行程上面，你们可以再看你们想要哪一种方向，就是去做一个搭配，不管是郊区或者是市区这些买吃逛逛郊外的一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啦，我们下一次的行程再见喽，拜拜。
OK， 这集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